大家好，我係貓哥啦。咁咧，東京改裝展咧話咁快又隔咗1個禮拜啦。咁其實亦都有陸續嘅唔同嘅鋪頭亦都翻咗貨啦。咁我亦都買咗其中一款嘅，就係呢個 LB 嘅呢個 Camry 嘅。咁呢款車有咩咁特別咧？今集我哋就會一齊嚟睇下啦。咁其實呢一款車對於我嚟講咧，亦都透過呢一個故仔咧，知道點解佢主理人加藤先生會咁中意呢一部佢嘅，可以當好似親生仔一樣。咁我終於明白咯。咁我哋今集就會一齊嚟睇下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啦 ，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ha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加藤先生咧，當時喺仲未有呢一部車嘅時候咧，佢嘅前輩們咧就俾咗呢一款車俾佢試啦。咁對佢嚟講造成咗，即係喺後生嘅時候造成咗一個深刻嘅印象嘅同時，亦都產生想擁有呢一部車嘅諗法啦。咁當時嚟講咧，佢就喺湯車場咧用咗8萬蚊日元咧就買咗佢翻嚟啦。咁之後咧亦都陸續去收集唔同嘅零件，再做組合嗰部110啦。咁其實佢喺外觀上咧，亦都去盡量還原之後咧，咁亦都成立咗佢自己牌子啦。咁經歷咗時間之後咧，佢亦都同老派嘅改裝專家品牌咧 Mitsuno Works 去合作啦，而去做成今日大家見到呢一個樣啦。咁喺整體嘅風格方面咧，亦都盡量去配合翻呢個趴地嘅設計啦，即係 LB 嘅 style 啦，再配合一個舊式嘅競技風格，而營造出嚟一種好特別嘅味道啦，即係有一種好似有部手續，但係又有少少街頭風，再有啲賽車化嘅設計啦。至今咧呢一部車亦都係喺加藤先生嘅車庫入面啦，而佢同期嘅一個系列都仲有嘅，包括一啲 C10 嘅款式啦。同類型嘅車款亦都係仲有嘅，仲有一啲舊嘅2000 GTR 都有喺佢嘅車庫入面。所以呢一部車或者應該咁講，整個系列嚟講咧，對佢非常之深刻嘅。大致係咁啦。咁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咁大家咧見到呢一部車啦，咁其實咧呢一部車大家買翻嚟，當然係衝住東京改裝展嘅限定商品而嚟啦。而呢一款車咧，其實係包括咗一隻人仔在內嘅啦。聽聞好似話正常嘅商品咧係冇呢一個人仔包括嘅，所以咧呢款車顯得特別珍貴啦。咁亦都再次多謝日本嘅朋友咧，幫我喺改裝展度買翻嚟啦。咁如果冇佢幫手咧，大家亦都冇呢一條片啦。嗱，咁其實整體嚟講咧，先從外觀嚟講啦，同真車嘅相片嘅顏色準確度嚟講係有90%相似嘅，當中嘅細節咧亦都睇得非常之清楚啦，厚薄度亦都相當可以啦。咁經過咗加藤先生嘅改裝之後咧，令到呢一架車更加處處逼人啦，同埋更加趴地嘅感覺更加勁嘅。呢一種感覺咧係糅合咗一啲經典嘅風格，再配合而家嘅一啲技術啦，同埋整體嚟講咧，我覺得佢有一種暴走族嘅方法。其實喺影片入面咧，我睇翻佢嗰條好簡單嘅紀錄片入面都講話佢咧係會刮到個車都刮地嘅，但係佢都唔理嘅，照繼續揸嘅。可以話真係有愛係唔同啲，唔知呢架車嚟到香港又會係點呢？咁好啦，我哋會由頭講到落尾啦，我哋會由車頭部分講起先。好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啦。其實咧呢一個車頭部分咧都可以話係成部車裏邊其中一個好招牌嘅一個視樣啦。其實咧關於頭燈嘅部分咧就做得非常之靚。先唔講 Mini GT 嘅做工先啦，我哋先講下加藤先生咧當時點解會揀呢一個呢一盞頭燈。其實呢一盞燈其實係 Cedric 嘅330，而當時佢亦都係喺湯車場用3000 yen 去買翻嚟嘅啫。呢一種咁嘅傾斜度咧，原來係大有來頭嘅。原來當年嚟講咧，有好多改呢一款車嘅前輩咧，都係用上咗少少輕微傾斜嘅角度啦。而呢一種風格咧，我哋稱之為 Yankee。其實 Mini GT 咧喺呢一個位置咧，亦都做咗少許嘅傾斜啦。呢度基本上係原汁原味還原到之外咧，燈膽嘅位置做得非常清晰啦。另外喺裏邊嘅一啲直間紋咧，亦都係睇得非常立體嘅，水晶嘅通透度可以話係相當強烈啦。
咁第二點咧就係當然就係呢個外掛嘅冷卻器啦。咁其實呢一個外掛冷卻器咧個電線啊以及喉嘴嘅粗幼度咧，亦都係適中，唔會話過分地粗啦。同埋咧，大家可以見到個冷卻器嘅紋理咧，亦都係相當立體嘅。可以見到有兩條線嘅呢一個水喉位之外咧，亦都見到啲冷卻器嘅鐵網紋咧，亦都做得非常之靚啦。咁啊，中間鬼面罩嘅部分咧，亦都係經過咗特別去處理過嘅，所以變咗咧喺整體嚟講咧，亦都做得非常之立體細緻啦。咁啊，呢一種風格咧，其實經過咗成個前面嘅設計，同呢個競技用嘅前鏟啦，我哋叫做當時舊式嘅前鏟啦。咁呢一啲位置咧，亦都係睇到佢哋一啲舊式喺以前嘅賽車文化入面所顯示出嚟嘅嘢啦。咁呢一種風格係由 LB 同埋 Mizuno Works 去一體。喺車頭冚嘅部分啦，基於呢一隻漆面咧，亦都做得非常之清晰㗎啦，而且厚薄度亦都非常適中，感覺個反光度大家可以見到都相當唔錯之餘咧，可以見到兩個凸起咗嘅位置啦，呢一啲紋理唔會話係過分深刻嘅。喺車頭水撥位置嘅疏氣窿咧，每一間咧亦都立體銳利嘅。咁啊，其實咧當時嚟講咧，原來佢哋喺設計上面咧，亦都用上咗一個我哋叫做賽車嘅競技風格，就係頭10寸鈴，尾13寸鈴嘅設計啦。咁啊，呢一隻鈴咧睇翻資料咧，原來當時亦都係用上咗特別設計嘅。咁啊，今次 Mini GT 咧亦都為咗還原呢件事，而且推得喐啦，咁就索性將成隻鈴去做縮細。咁但係咧呢一樣嘢我就覺得咁睇啦，兩點要取得平衡嘅。咁但係如果我而家就選擇咗掹咗佢條軸啦。大家話嘿，冇咁原汁原味，係嘅。咁但係咧我就盡量想還原翻佢個效果，所以揾咗一隻類似嘅鈴，大粒少少去做咗成件事嘅設計啦。咁啊，大致係咁啦。咁但係 Mini GT 今次喺嗰隻鈴嘅表現上面咧，做得非常之正。唉，最衰啦！如果做大少少就靚啲，不過做大少少咧又推得唔順咧，咁所以呢件事咧就我諗佢哋亦都困擾咗，但係咧都要取捨嘅，大致就係咁啦。咁我就做一個咁樣嘅改裝啦。好啦，我哋睇下車側嘅部分。好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咁當然第一時間大家就會覺得，咦，成架車嘅感覺其實咧，當年嚟講咧都有一啲，我相信日產咧係有去參照一啲美國車嘅風格，因為其後其實去到而家2024年啦，咁23年嘅時候，其實有啲地下車序咧，亦都有人將呢一部110咧改成美國風格嘅類似野馬嘅風格啦。咁呢一啲非常特別，因為咧車頭非常之方方正正狂野嘅感覺啦，嚟到後面就變成咗一個流線型嘅設計啦。呢一種咧咁大嘅反差咧，可以話影響之後嘅一啲我哋叫做現今嘅汽車歷史咧都有嘅，甚至賽車入面都會出現過啦。咁首先值得留意嘅有幾點啦，當然就係沙板嘅部分啦。今次喺沙板嘅部分咧做得非常之靚仔啦，重要嘢講3次，佢嗰個圓潤度啦、拋出嚟嘅角度啦，以及斜度啦，即係傾斜度啦，做得非常之靚嘅。窩釘嘅位置咧亦都夠深啦，所以咧我只係需要好輕咁點油咧，就已經點翻晒所有嘅窩釘，而做到而家大家見到嘅呢一個金色釘嘅效果啦。咁 LB 不嬲佢哋出名嘅就係釘嘅位置啦，咁呢一啲位置做得非常之靚嘅。第二點值得非常爭議嘅，當然就係呢一個側鏡嘅部分啦。咁有啲人話喂，其實佢有銀色、黑色、藍色都有出現過嘅，咁所以就大家睇翻，俾翻個幻想空間大家睇啦。咁因為其實加藤先生喺影片入面亦都曾經出現過黑色、藍色、銀色嘅嘢㗎，我就唔知點解會咁啦。咁但係就我諗佢有佢個道理嘅，係啦。咁最後一樣嘢啦，當然就係我好中意嘅呢個車尾箱嘅部分啦。放大睇得非常之清楚嘅紋理嘅立體度啦。咁其實咧呢一種設計咧，最後仲有一樣係咩咧？就係帶由車頂伸延至車尾呢一個鴨翼嘅設計咧，可以話影響咗好多後世對於我哋叫做現今嘅一啲空氣動力學嘅設計啦。點樣增加下壓力咧？呢一度咧，其實係睇得非常清楚，因為其實咧呢部車本身咧佢係參照翻當年嘅一啲耐力賽事入面嘅，而呢一部車咧亦都係真係有參加過一啲耐力賽啦，而攞到唔錯嘅成績嘅。咁呢一個設計做得非常之真係好特別咯，遠望都已經見到佢噶啦。
好啦，嚟到車尾嘅部分啦，咁其實車尾嚟講咧，本身原裝車咧就當然係GT-R 嘅4盞圓形嘅招牌尾燈啦。咁加藤先生咧就將呢一個部分咧，真係我哋叫做簡單就是美到極致啦。咁面目全非樣，咁將佢咧畫成咗兩盞咧傾斜有45度角嘅傾斜度嘅一個好美嘅一個小型燈啦，咁非常之細嘅，咁呢一種簡潔咧，令到成件事咧，我覺得佢好似一個表情啊，唔知大家覺唔覺得啦？咁加埋個死氣喉嘅感覺非常之特別嘅，死氣喉嘅突出度相當適中之餘咧，尾翼所呈現出嚟嘅方方正正嘅感覺咧，又係令到呼應翻整體車頭嘅結構部分啦。而喺車側嘅部分咧，基本上係帶有少少輕微向上翹嘅感覺嘅。呢一啲感覺咧就係我都唔識講，我諗呢個就係 Mizuno 佢哋自己本身，我睇過佢哋網站咧，其實佢哋真係專改呢一類型嘅舊車嘅，咁所以咧營造出嚟嘅風格可能就係佢哋想要嘅嘢啦。咁但係亦都咁講，精緻程度相當之好嘅呢盞尾燈個質感做得非常之靚啦。咁喺內部結構嚟講咧，咁我哋嗰個車尾嘅大玻璃位置咧，亦都做得相當清晰，可以話係超高清嘅感覺啦。咁大致係咁，車尾嘅部分會比較簡單啦。咁我哋事不宜遲，打開個內部俾大家睇啦。好，嚟到內部嘅結構啦。咁其實整體嚟講咧，成個車尾咧最靚當然就係車嘅內籠入面，當然呢個鮮黃色嘅假係副已經做好晒色，而且咧比起以前咧更加之靚仔之餘咧，咁其實加藤先生咧本身喺成個內部後面咧，基本上可以拆嘅都拆晒啦。張椅嘅方面咧就換上咗一個經典嘅舊式座椅啦，咁但係呢度咧就跟翻以前110嘅設計啦，即係家用版嘅110嘅內籠啦，咁可以拆得嘅地方咧，我亦都睇翻佢其實係用上咗一個鋼板設計啦，可能真係將所有嘅隔音接近零嘅表達啦。咁呢一啲位置亦都會用上咗銀色去表現呢種質感嘅。而喺標台板位置咧，亦都同樣地咧係加上咗一個藍色嘅銀色嘅。基本上佢可以做嘅全部換晒鐵板咯。咁呢度我應該要油嘅都油晒噶啦。咁大致係咁啦。好啦，嚟到放埋個人仔俾大家睇個效果啦。咁其實咧呢個人仔咧係加藤先生啦，大家都知啦。咁但係咧喺表情方面，大家一定會話喂，有樣梗係正好，咁係人都知阿媽係女人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如果要做1萬隻係點樣做咧？根本上冇可能做到嘅。你話幾百隻都仲可以做到，但係咧其他應該要有嘅嘢，包括佢 T 恤。大家睇到前面白色，後面有個 LB 嘅 logo 咧，亦都同樣俾晒你嘅。另外令到我今次喺成隻人仔入面最有驚喜嘅部分咧，當然就係洗水紋牛仔褲嘅洗水紋部分咧，做得非常之特別，有齊晒俾你嘅，可以睇得非常之清楚啦。而且呢個人仔咧係全金屬嘅，配搭起上嚟咧，成個質感就非常之唔錯啦。咁好啦，我哋合翻埋所有嘢啦，我哋講下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好啦，嚟到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咁我會俾佢10分嘅。咁新一年啦 ，Mini GT 咧亦都攞到第一部10分嘅車啦。咁呢一部車咧，大家會問我喂，咁值唔值得買咧？當然佢只有出常品，我會極度支持大家去買嘅。咁但係東京改裝展嘅呢一款咧，我睇翻個價錢亦都唔平噶吓，所以大家都係量力而為，覺得真係喜歡。真係中意先好去買，唔好魯莽地買。有時有啲嘢成日都話要理性消費啦，咁大家真係要做好呢件事啦。咁唔係話好就一嘢衝埋去，咁都要睇一個價錢係咪真係 OK 嘅。好啦，咁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去做總結。好啦，咁大家咧已經睇晒成條片啦，咁又到咗差唔多完美嘅時候啦，當然就會 update 下關於 GT-R 嘅育成計劃嘅。再下一 part 啦，咁update 下少少先啦。咁其實都進入咗噴油嘅程序啦。咁大家我都明白大家心急嘅，咁但係我都會盡快做啦。咁
各位車主，咁我都會陸續去同你哋去更新翻嗰個內部結構嘅資料啊，或者你哋想點樣去 custom made 嘅嘢會再 firm 多次啦，以及各樣嘅細節啦。咁啊，記得咯，你哋記得收 WhatsApp 啦，或者 IG 啦。咁大致係咁啦。咁下集會開咩咧？嗱，我睇下得唔得先，因為我呢個禮拜咧都有啲嘢要搞，咁我盡量去做啦。做唔到就冇辦法，因為我想做黃蜂嘅，但係黃蜂嗰部車嘅，我睇下做唔做得切。做到我就會做啦。如果做唔到，都係下個禮拜會出翻嘅。咁啊，記得到時候留意啦。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話俾我知你嘅諗法。最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